我记得你收藏了一枚菩提子吧？只要你能寻得菩提树，借助菩提心之力，便可在3年内达到斗圣层次。莽荒古域地域辽阔，又向来是人类禁地，想找到菩提古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手里有着一枚菩提子，虽然纯度不高，但却是能够让你对菩提古树有所感应，这便是你的优势。看来这一次，势必要动身前往莽荒古域了。3年时间，到达斗圣，菩提心必须到手。是云云长老，云云长老来了。云云，本宗当初好心收留你，没想到你竟还妄想染指我花宗宗主之位。宗主收留之情，云云铭记在心，但我对宗主之位毫无念想，你又何必苦苦相逼？花姐，既然云云是花婆婆看中之人，你应放下争端，以宗门利益为重。哼，想必花婆婆是被她惺惺作态所骗。况且，花宗老宗主的斗气怎能交予一个外人？若真无念想，就乖乖把老宗主的毕生斗技交出来。若早知花婆婆是老宗主，我定会将此事禀告宗门。那斗气已被花婆婆封印在我体内，你若想要，来取便是。哼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你以代宗主自居，却以多欺少，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。萧炎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嫣然。相识一场，你遇到麻烦，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这人是谁啊？看来是云云的朋友，实力很强的样子。云云，你还说对宗主之位没有念想，连帮手都找来了。也罢，那就你二人一起上，免得有人说我们以多欺少。萧炎，你不用来趟这浑水的。放心吧，详细情况嫣然都和我说过了。要比试，我自然没问题。不过无论输赢，你们都没有任何损失，未免太可笑。这样吧，若你们输了，花宗宗主之位就交给云韵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提条件？花宗如此盛气凌人，真当我星陨阁无人不成？你是星陨阁的人？在下萧炎，星陨阁少阁主，家师要臣。此行出来，老师吩咐我，若遇见花宗青仙子前辈，待他问一声好。他
他竟然就是星陨阁少阁主，云云居然认识星陨阁少阁主，关系可不一般啊！原来是药尊者的弟子，他有心了。日后若有机会，我定会向太上长老青仙子转达问候。你就是萧炎，你的要求我答应。我倒要看看药尊者的弟子能有几分本事。你还未炼化花婆婆的斗气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让我来吧。花景是4星斗尊，那妖花邪君是6星斗尊，凭你一人可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去对付云月，这小子交给我。究竟看上你哪一点？哪里来的破傀儡？竟能释放出斗尊级别的傀儡，用了！阿锦，你先拖住那傀儡，待我擒住这小子，那傀儡自会停止。不愧是药尊者的弟子，一个2星斗尊，竟能让6星斗尊束手无策。我会让你明白我们之间真正的差距。3巡变，第3变，居然倚仗焚炎谷的秘法，瞬间提高到4星斗尊。这花锦看来是要抵挡不住了。很好，今天就速战速决，让你见识一下本尊的气化天地。任何我意，有。又要施展那东西了吗？他竟然能融合4种异火，这星陨阁少阁主果真不是白叫的。
如今却有足以戏耍6星斗尊强者的实力了。好像从我们结识起，你就不断的在颠覆我的认知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今日这2人怕是要毁了我花宗。众弟子听令，结阵！本尊今天就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异火厉害，还是本尊的气化天地更胜一筹？呀！这便是6星斗尊的全力一击吗？去吧，毁灭火莲！毁灭火莲，根本不堪一击！破！你没事吧？无碍。有了！幸亏大长老出手，否则我们花宗怕是不保啊。这萧炎果然如同传闻中一般厉害，居然能打败6星斗尊的妖花邪君。萧炎，你释放此等威力的斗技，是想毁了我花宗不成？事态紧急，还望前辈莫怪。看在药尊者和星陨阁的份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花锦，你们输了，按照约定，将代表宗主身份的玉牌交给云韵吧。我来花宗时日不长，也没有对花宗做出过卓越贡献，受之有愧。收下吧，老宗主的眼光不会错的。他毕生斗气都给了你，想必你就是他心中继承宗主之位的完美人选。收下吧，别辜负了老宗主的一片心意。大长老，花宗与我天明宗是要成为盟友还是敌人？你可要想清楚。天明宗行事，想必各位都很清楚。若花宗真与其结了盟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花宗就会成为天明宗的另一处分宗。萧炎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若大长老不嫌弃，待云韵成为宗主之后，我星陨阁便是花宗最可靠的盟友。药尊者的显赫声名，放眼整个中州，谁人不知，何人不晓？花宗能与拥有药尊者的星陨阁结盟，自是最好不过。既然大长老已经做了选择，那本尊希望花宗不要后悔今天的决断。我们会不会后悔，就不劳烦你一个外人来费心了。
药老，如今该怎么办？既然你们选择了星陨阁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便到此结束。我天明宗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药老，你不能丢下我！放开！从今日起，云韵便是我花宗新一代宗主，他的谥号就是宗门命令，如有不从，门规伺候。见过宗主，见过宗主。随着魂殿加紧搜集灵魂，魂族的阴谋似乎进程加快。而净莲妖火残图即将在空间交易会出现的消息，令中州局势更加混乱。前来参与交易会的萧炎一行人，来到为举办交易会而开辟出的空间小镇，没想到萧炎竟然在地摊上为美杜莎捡漏一件至宝。净莲妖火这等异火，天地畏惧，但人人却为之前仆后继。最终，药老以一枚9色丹雷丹药成功竞得最后一张残图，却因此被神秘强者盯上。原以为争夺净莲妖火残图要费一番波折，没想到竟如此顺利。在拍卖场内查探我们的那个家伙，不是良善之辈。那家伙是什么来路？诸位何必急着赶路？药尘啊，没想到你竟然复活了。没想到竟然还能遇见2个如此极品的美人儿。天蝎子，地蝎子。蝎魔2鬼出自一个淫邪的古怪宗派——云雨宗。云雨宗除了蝎魔2鬼，其余都是女弟子。这些女弟子不过是这2个老魔的肉影，被吸食修为，成为他们助长实力的工具。药尘，净莲妖火残图，今天我是要定了。想抢残图，怕是拿到手也揣不住。你也太天真了，杀了你们，谁会知道净莲妖火的残图在我们手上？你们可以试试。药尘，不要以为你进入半圣我们就怕你。当年你联合各宗势力，将我兄弟俩逐出中州，这段恩怨早该清算了。片刻，我去拿下那3人。动作快点儿。放心。方才你们兄弟2人合力，才勉强和我相抗。现在你天蝎子竟敢独自拖住我，真是自寻死路。药尘，你还是如此狂妄。今天就让我好好陪你玩玩。这2人先前联手攻击时，竟还隐藏了实力。萧炎他们，小美人们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
6转斗尊巅峰。这毛头小子有什么好的？跟着我，保证你们欲仙欲死。找死！美人留下，你可以去死了。力量好强！这么快就投怀送抱，老夫喜欢。实力差距太大，老师那边看样子还不能快速解决，如此下去，只能拼一拼了。看上去有点像焚炎谷的秘法，居然能从8级斗尊提升至3转斗尊巅峰。不过还不够。就算跃升至3转斗尊巅峰，对付6转斗尊巅峰也还是吃力。小野，没事吧？帮我拖住一会儿。小美人儿，一个废物东西有什么好关心的？来老夫这儿，老夫会让你们迷恋上做女人的快乐。无耻之徒！哎呦，我的小心肝儿，这就迫不及待要投怀送抱了。此人太强，不知道七彩吞天蟒能不能顶得住。2个美人都是独特，一个是七彩吞天蟒，一个是恶难毒体，2人联手，全场斗尊巅峰强者还真就应付不了。不过可惜，谁让你们遇见了老夫啊！一起上！老夫喜欢。4种异火。老东西，今日就拿你来试试我这5色火莲的威力。这个疯子竟然融合异火！绝不能让他影响萧炎。美人儿，既然你们要出手，那老夫也不怜香惜玉了。老二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大哥，既然抓不了那小子，那就先抓一个美人当人质。美人儿，看你们往哪儿逃！想跑？畜生！
这是什么？金刚琉璃体，没想到竟然在他们手上。老师，此地爆发的战斗很快就会引起各方强者的注意，我们赶紧离开，免得横生事端。看上去，这就是一张随手绘制的地图。这古图不像做旧，不可能是为了愚弄世人，其中必然有它的玄妙。滴一滴血试试。净莲妖火，妖火。这古图不怕火烧？有用，加大火力。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，天地潮汐，妖火降世。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谓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，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天地景象。但是这种景象每逢1000年才出现一次。景象显现，引发天地潮汐，净莲妖火就会降临世间。1000年出现一次，那岂不是没机会了？算算时间，距离上一次出现这种景象，已经过去997年。也就是说，3年后便会再现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。3年后，妖火现世的动静必会引来各方强者，届时谁都有机会找到妖火。萧炎，萧炎！萧炎他，刚才古图中有一缕灵魂之力射入萧炎眉心，先别碰它。怎么了？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多少岁？啊？15啊，老师。老是怕你被一些远古强者的灵魂占据了身体。确实有一团灵魂能量留在我的脑海里，我已经用灵魂力量试探过了，无法撼动那团东西。好在它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不过，我似乎感应到了净莲妖圣这个信息。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净莲妖圣便是净莲妖火的主人。我曾在古籍上看到过，此人曾是最接近斗帝的存在，但关于他的陨落却毫无记载。看来我眉心里那光团就是这位强者所留。古籍记载，这位净莲妖圣为人磊落，从不屑于无耻手段。那光团应该不会伤害你，说不定还会是你日后收服净莲妖火的关键。但愿如此。不过净莲妖火太强大，就算有外力相助，你无法在3年内突破至斗圣境界。那即便妖火降世，你也只能看着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要在3年内突破斗圣，无异于难如登天。我记得你收藏了一枚菩提子吧？只要你能寻得菩提树，借助菩提心之力，便可在3年内达到斗圣层次。莽荒古域地域辽阔，又向来是人类禁地，想找到菩提古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手里有着一枚菩提子，虽然纯度不高，但却是能够让你对菩提古树有所感应，这便是你的优势。看来这一次，
势必要动身前往莽荒古域了。3年时间，到达斗圣，菩提心必须到手。